嗨，大家好，我是小鵬。今天是農曆新年的第一期節目，小鵬在這裡先給大家拜個晚年，祝大家新春愉快，闔家安康。雖然還在過年，但蘋果的更新可沒停。前天蘋果發布了最新的 tvOS 26.4 Beta 1。別看只是個 Beta 版本，這次的更新內容非常的硬核啊，甚至解決了困擾家庭影院用戶多年的頑疾。下面就跟隨小鵬的鏡頭來看看具體細節都有哪些。首先，我們要徹底告別獨立的 iTunes 這個 App 了。Apple TV 終於完成了應用的大一統，在 tvOS 26.4 中，系統徹底移除了 iTunes Movies 和 iTunes TV 這兩個獨立的圖標。這次更新以後，這兩個老兵正式的退役啊，未來所有的購買、租赁和媒體庫的管理將唯一且强制性的在 Apple TV 这個 App 內進行。如果你以前還習慣用舊版的 App 看願望清單，以後就得適應新的邏輯了。第二個變化在於音頻設置，蘋果對音頻輸出菜單進行了重新的梳理，邏輯更貼近 iOS 和 macOS 的生態。過去獨立存在的沉浸式音頻，現在被全面重命名為空間音頻了。這不僅是改個名字啊，更意味着蘋果在全平台統一了營銷的一個話術。另外呢，也提供了更清晰的輸出選擇。如果你的設備存在兼容性問題，現在系統提供了更直白的一個基礎輸出選項，默認為推薦自動。當然，也可以選擇讓 Apple TV 重新編碼音頻，強制輸出杜比 5.1， 甚至僅使用立體聲。沒有特別情況的話呢，默認為自動即可，無需更改它。而最下面的這個 Continuous Audio Connection 連續音頻連接，是蘋果這是專門針對家庭影院用戶底層音頻體驗的一個重大改進。它這裡具體有說明 Apple TV 使用杜比 Matt 去連接，可跨格式無障礙的去播放。較舊的接收器可能表現有杜比全景聲的連接，但原始混音將不再被修改。什麼意思呢？小鵬個人的理解啊，不一定的对啊，有錯誤的地方，歡迎大家指點。它主要解決了 Apple TV 在處理不同音頻格式切換時呢，由於 HDMI 重新握手所引發的一系列的一個體驗割裂問題。它具體表現在哪裡呢？第一個呢，消除音頻延遲與開頭的一個吞音。在過去啊，當你在 Apple TV 上從立體聲音，比如這種系統導航或者是 YouTube 視頻切換到 5.1 環繞聲，89歲的自律女士張阿婆，或者是杜比全景聲這種電影的時候呢， HDMI 接口需要重新同步音頻時鐘，這會導致1到2秒的一個短暫靜音，甚至吞掉視頻開頭的幾句台詞。開啟這個功能以後呢，音頻可以實現真正的一個無縫連接和秒播，還有修復音量忽大忽小的一個 bug。有很多外接音響，比如一些 Sonos 用戶，長期有抱怨說 Apple TV 輸出的 5.1 多聲道 PCM 聲音比杜比全景聲它要小得很多。新功能統一的這個音頻封裝，拉平了不同格式之間的一個音量差異，讓你不再需要頻繁的去調節遙控器。然後就是消除切換時的一個爆音。部分的一個舊款的 AV 功放的用戶啊，在不同音頻格式之間去硬切換的時候呢，扬声器會發出刺耳的那種砰砰聲，就是保持連續的一個連接以後呢，這種硬件級別的一個雜音呢，這樣徹底被消滅。當然，目前還處在一個 beta 階段，缺點也是有的。蘋果它自己也說了，我們看看這裡有一個說明，蘋果自己也說了一些老舊的功放顯示屏可能會長期的一直去點亮杜比全景聲的這個圖標，即使你正在播放只是一個普通的雙聲道 YouTube 視頻，但蘋果官方強調，就是原始的混音並不會被修改，只是被點亮了而已啊。總體來說，這是一次用全局封裝來換取絕對穩定連接的一個底層邏輯的一個調整。當然，這些只是對使用家庭影院設備的用戶。如果你只使用普通電視音頻的話呢，這裡其實你是看不到的。好，最後呢，隨着蘋果官宣3月4日的春季新品發布會啊，我相信很多 Apple TV 的用戶都在期待這新一代的硬件。畢竟我們確實等了太久了。
關於新品的具體爆料，小鵬也會第一時間的去更新。感興趣的話呢，記得點讚訂閱走一波啊。那麼今天內容就到這裡啊，我是小鵬，我們下次再見，拜拜。